小鸟来了，不过它在吃我的玉米，它从我盘里叼了一个玉米，它吃了一半，这个鸟把那一半叼了，看正在吃呢，看没？我没喂它，这儿不让喂鸟，看，我又拿走一个，它又来了，我又拿走一个，哼，哎，它又来了，哎，又拿走一个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4号星期三，又是周三了。现在不到5点40，今天早上的课表是5个1公里。有时候听到5个1公里吧，就会有点，就尤其是昨天听到5个1公里有点慌，因为说心里话，这段时间又有点累。尽力而为。我一般说尽力而为，就我有时候会说，在训练场上我不让自己失望，它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状态，或者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好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你只要在当下跑出自己觉得自己应该跑出的状态就好了。像进入夏训，很多小伙伴说，哎，我从冬训出来没抽中比赛，我这基础建议特好，天一热呢，我就开始玩命干，也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是就像我总跟大家说的，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要调整，要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感受自己的关节肌肉，千万不要在某一次的时候受伤了。就是这个时候你一受伤，基本上半个月，严重点的1个月，你不能说完全停吧，但是基本上训练效果就没有了。我们看看大和源先生，这是哪件衣服？匹克。一马跑2国，瑞丽、木姐，这是哪儿？这是缅甸跟缅甸哦，中缅、瑞丽、木姐国际马拉松，这您都去过？对，这个2个国家跑马。可以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比赛。瑞丽是这个贵溪，对，瑞丽我知道，这个缅甸这个地方不知道。这个缅甸是乡下的哦，可以，太厉害了。今儿拿了一个有咖啡因的能量胶，我出来才反应过来，没关系，正好吃了它一会儿，看看跑完第一个再吃。3分25，争取吧。田中先生今天不参加最快的一组。走。
，nice 35啊！好快呀，今天3分13，我这一组没有第一组骑这么快过。感觉起不快。加油加油！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从前天夜里开始下，今天湿度特别大。刚才集合之前去卫生间出来，这镜头上全都是水。3分13，没有想到这么快，没有想到。但是你们看，我一直就是拍不到，但是水色线一直在我边上，平线线上也是在我的侧后方。还是就是跟跑其实是更容易跑好的，对，加油！休息1分半，10秒。走，到。到。3分15，nice，今天真快，看一下吧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！4秒里开过光了。新的手表吗？啊，公司给我啊，试用品。试用品。先生加油！哎，吃掉咖啡因。哎，第一组结束忘吃了。那冲的是电解质粉，不能喝太多，一口。所以你们看，这种就设成自由模式中间的间隔，否则大家都会差几秒。心率136。国标妹，哟，走。到。
3分16啊，nice！ 还有半分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刚才这一组左脚借了一个小石子儿，沙粒。他这时候就不想再弄斜，就抖一抖，给他抖到中间。怎么样？多少？哎，第3组掉了327，加油加油！这组调整一下，下一组顶上来，加油！组顶上就今天湿度太大了，我们准备了，走！到。3分13。到。
186，3分07，自然起来了，nice，自然，有323，好意思，自然，ありがとう。好了，给大家看满脸的汗了，擦了一下，哎呀，3分07没有上一次5个英里快，但是整体比上一次快。上次我记得都是318、317、319，这次第一组就313。应该最慢的一组是316吗？好像是，一会儿看一下。那结束了，那位应该是观众。好，结束今天的训练，今天非常累。先看一眼单圈数据啊，第一个1公里3分13，第二个1公里3分15，第三个1公里3分16，第四个1公里3分13，最后一个3分07。今天比上次5个1公里表现好，上次虽然最后一个跑到了3分06，但是今天整体跑得快，哦，那今天到最后一组挺顶的，到最后一组就差不多跑到600来米那儿。其实我特别知道终点在哪儿，我看着前面终点那儿，终点就是大阪马拉松我们拐进大本城那个门儿。我看着，哎呦，怎么还有那么远呀？我觉得不行了，然后顶不住那口气。然后我脑子里会想什么呢？就是我每次看我的节目最后1公里，我特别喜欢看最后1公里冲的时候大家的弹幕，然后我看我左下角那个时间，那个实时配速，我看2分59，2分58。然后呢，掉出3分以外，3分0几，3分10几，我当时就想，哎呦，应该顶一顶，有点后悔。我当时就是那么想，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那么想，其实不是第一次看，就今天第一次想到，是最近我看的时候脑子里会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这就是练得多了，其实练得多了，有些想法就会不自觉的出来。行，剩下的一会儿咱们再聊。观众来了，见观众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训练结束，在这儿吃早饭，跟大家聊两句，分享一下今天的训练心得。还有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？就是关于储备速度。对，就关于速度这个事儿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就像今天这种训练，主要其实就是你要把速度顶上去。所以刚才见那位观众刚跑不到1年，今年青岛半马跑了1小时34，没有任何运动基础，真是挺棒的，33岁。然后跟我说今天想跑个阈值，说给他的课表是3个10分钟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阈值训练呀，最好你一口气跑，比方说你就跑一个6公里或者7公里，6公里其实对他来说就足够，然后跑在他的阈值配速下。因为3个10分钟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跟我说手表告诉他的乳酸阈值是4分16，他跑3个10分钟其实总距离超过6公里，但是呢每一个10分钟可能也就跑2公里多，他没到那个刺激阈值那感觉。阈值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我老说行与不行，就是速度耐力。你看我们跑6公里，像我自己要是跑可能是得是至少是8公里甚至12公里以上，你这时候就最后那一点才最管用，而不是一开始那一点，这是我不成熟的概念。然后就说速度储备，虽然我速度能力其实不行，但是我这1、2年确实在速度能力上看到了我比较长足的进步。而且我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我认为和很多跑者比，就是我比较能顶，我比较能让自己在一个比较极限的状态。那天看一弹幕，就我跑5公里那天，有小伙伴说，我其实从来没这么想过，突然这么想，哇，我再有3个多月就40岁了，40岁我觉得能顶成这样，我挺满意的，而且我挺自豪的。所以就是趁着年轻练速度。速度储备是什么意思？那天我和我们跑团那位田先生也是华人，跟他分享我的经验，就是你现在跟我说我跑3分45，可能和1年前、2年前甚至3年前我跑3分45，我的心率都是一样的，
甚至是我的消耗可能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前年我的极限速度是3分25，去年我的极限速度是3分14，今年我的极限速度是3分04。在这3个不同的极限速度下，我去跑3分45的马拉松的时候，体感就是感受是不一样的。这周的会员节目会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不同的训练的内容的目的和适用人群。其实就简单说2句先。像这种1公里的间歇是比较普适的，不管您是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练。因为不同水平练，其实我的体会目的不一样，就是那个目的不是你有计划的目的，而是你练的时候真正实现的目的。就是你看我能力不强的时候，我跑1公里间歇，那时候我也能跑。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在2017年在北工大的操场跑9个，我也觉得每一个都精疲力尽。但是现在看呢，那个精疲力尽其实更像是今天这位观众说的这个10分钟1个3个的这种阈值。抱歉，就是你在我当时的那个能力下，那时候我全马刚刚破4，在我当时那个能力下，我是顶不到我的巅峰的，并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没有那个，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顶到那个巅峰。对，这是我的观点，我说过2次，对，在之前的节目里。所以那个时候跑1公里的间歇，更多的其实就是分开跑几个阈值，而现在跑1公里的间歇就是真的在顶绝对速度。所以不同时期跑这种不一样。为什么说对初跑者的小伙伴跑间歇，我不太愿意去跑400这种短间歇呢？就是你顶不上去，但是呢它又太短，又训练不到你的这个乳酸阈值 LTR， 所以它意义就不大。像那种短间歇就适合你到我这个程度，或者你全马跑进怎么着跑进2小时55吧，你可能你再去跑那个400米的间歇，你才能找着那感觉。大家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，如果您是频道的会员，你就关注这周日下午上线的北京时间上线的会员节目就好。行吧，今天就是一个强度的训练，简单跟大家分享这2句。一会儿那个吃完饭我们还要拍别的东西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